线材选用 1.5 毫米的喷毛纱以及 2.5 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由手腕的部分开始编织。需要增加尺寸，可以选择粗一点的毛线和钩针。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15个锁针。第15针结束，我们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衫的一根线，在这里钩织一个引拔针。在后面的锁针上同样挑里衫，钩织一个引拔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锁针，一共钩织14个引拔针。第一排结束，第2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我们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进行编织，对应第1排的14个针目，同样钩织14个引拔针。第2排结束，第3排继续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同样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，对应第2排的方式，钩织14个引拔针。后面的部分针数不变，每一排各编织14个引拔针，钩到第60排即可。织带的长度可以根据个人手腕的粗细进行调整。引拔针的条纹针紧实又有弹性，非常适合钩织袖口。接下来我们将织带对折，将两端的侧面拼接起来。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在对应的第1个针目上，同时挑靠近织物内侧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，同样挑靠近织物内侧的一根线，钩织一个引拔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钩织14个引拔针。织带的部分拼接完毕，接下来我们在织物的顶部钩织一圈引拔针。首先锁1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1排条纹的顶部钩织一个引拔针。在第2排条纹的顶部钩织2个引拔针。在第3排条纹的顶部钩织一个引拔针。在第4排条纹的顶部钩织2个引拔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1个引拔针、2个引拔针的顺序，一共钩织45个针目。如果织带的行数有所增加，这里相应也要增加针数，按照相同的规律编织。边缘的这一圈引拔针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编织手掌的部分。第1圈首先锁1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1个引拔针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短针。主体的部分采用螺旋编织，需要在第1个短针上做好记号扣。在第2个引拔针上，同样挑后半针钩织一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引拔针，一共钩织45个短针。第1圈短针完成之后，在第1个针目上继续编织第2圈。这一圈一共需要增加2针，首先按顺序编织21个短针，注意在第1个短针上做好记号扣。第21针结束，在下一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。在后面的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剩余的针目上再按顺序钩织20个短针。第2圈结束，继续在第1个短针上编织第3圈。这一圈针数不变，
一共钩织47个短针，注意在第一针上做一个记号扣。第3圈结束，第4圈同样需要增加2针。首先按顺序钩织22个短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做好记号扣。第22针结束，在下一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后面再按顺序编织2个短针，在后面的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剩余的针目上再编织21个短针。第4圈结束，在第一个短针上继续编织第5圈。这一圈针数不变，一共钩织49个短针，在第一针上做好记号扣。第5圈结束，后面的部分继续按照前面这4圈的规律进行加针。在织物左侧的位置，每隔1圈增加2针，一直钩到第15圈，加针至59个针目。这里的行数可以自行调整，钩到适合的高度即可。第15圈结束，待手上进行对比，如果尺寸偏小，可以继续加针，钩到适合的尺寸。后面第16圈需要增加3针，首先按顺序编织27个短针。第27针结束，在接下来的6个针目上增加3针，每隔1针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9个短针。第9针结束，在剩余的针目上再编织26个短针。第16圈结束，第17圈开始钩织手掌的后半部分。首先按顺序编织25个短针。第25针结束，接着编织1个锁针，在左侧的位置空出13个针目，用来钩织大拇指的部分。转到另外一侧，在剩余的针目上再编织24个短针。第17圈结束，后面第18圈至第23圈针数不变，每一圈各编织50个短针。第23圈结束，接下来我们编织小拇指的部分，后面不需要断线，首先按顺序编织7个短针。第7针结束，接着编织1个锁针。转到另外一侧，在倒数的6个针目上钩织6个短针。第1圈结束，后面第2圈至第10圈针数不变，每一圈各编织14个短针。手指的高度根据个人需求进行调整。第10圈结束，第11圈需要进行减针，在第1针和第2针上同时挑前半针的一根线，编织1个短针。在第3针和第4针上同样挑前半针的一根线，编织1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这一圈一共减去7针，钩织7个2针并1针。第11圈结束，我们将线剪断，然后将顶部的开口缝合固定。小拇指的部分完成之后，
接着在左边剩余的37个针目上再钩织一圈短针，在相邻的第7个短针的针脚处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。首先按顺序编织39个短针，钩到另外一侧相邻的针目上。第39针结束，在小拇指侧边的锁针上钩织一个未完成的短针，然后换深色线，继续编织无名指的部分，将线勾出，完成第40个短针。无名指的第1圈，首先按顺序编织7个短针，将多余的线段一同编进织物内。第7针结束，接着编织一个锁针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再按顺序编织8个短针。第1圈结束，第2圈至第17圈针数不变，每一圈各编织16个短针，然后第18圈需要进行减针，编织8个2针并1针，与小拇指的钩法相同，最后断线，缝合开口的位置。无名指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着在第1圈相邻的针脚处重新起线，中指的部分与无名指的钩法相同，每一圈各编织16个短针，钩到需要的高度之后，同样编织8个2针并1针，最后收口固定。中指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在第1圈相邻的针脚处重新起线，食指的部分换浅色线，每一圈各编织16个短针，钩到第12圈即可。食指的部分钩到指腹的位置，在其中一面留出洞口的部分，首先按顺序编织11个短针。第11针结束，接着编织5个锁针。后面空出5个针目，在下一针上继续正常编织。第13圈和第14圈针数不变，各编织16个短针。然后第15圈编织8个2针并1针，最后收口固定。这里预留的洞口是右手的方向，左手的洞口在相反的位置。食指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在左侧空出的13个针目上继续编织大拇指的部分。大拇指和食指的钩法相同，每一圈各编织16个短针，钩到合适的位置，在其中一面留出洞口，后面正常编织即可。手套的主体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小熊的部分。首先环形起针，第1步编织头的部分。起针完成之后，绕线圈编织6个短针。6针结束，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，然后在第1个短针上继续编织第2圈，在第1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同样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这一圈一共增加6针，编织12个短针。第2圈结束，在第1个短针上继续编织第3圈，在第1个针目上编织1个短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每隔1针增加1针，一共增加6针，编织18个短针。第3圈结束，第4圈同样增加6针，在第1个针目上编织1个短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
在第3个针目上再编织一个短针，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前面这4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6次，编织24个短针。第4圈结束，第5圈继续增加6针。首先按顺序编织3个短针，在第4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每隔3针增加1针，同样增加6针，编织30个短针。第5圈结束，后面第6圈至第8圈针数不变，每一圈各编织30个短针。第8圈结束，第9圈开始进行减针。首先按顺序编织3个短针，在第4针和第5针上挑前半针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2针并1针。我们按照3个短针1个减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6次，剩余24个针目。后面第10圈至第12圈按规律各减去6针，最后剩余6个针目。头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在织物内装入填充棉，并将底部收紧。接下来我们钩织鼻子的部分。鼻子的部分同样利用短针圈钩的方式，根据图解的针数编织。完成之后，用粉色线在第1圈的外侧缝制鼻头的部分。鼻子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耳朵的部分。耳朵的部分依然采用短针圈钩的方式，根据图解编织即可。耳朵完成之后，将它们固定到主体上。头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手臂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4个锁针。接着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山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短针，在后面的锁针上再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1个锁针上增加2针，钩织3个短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再编织一个短针，在最后一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第1圈结束，在第1个针目上继续编织第2圈，在第1个针目上编织2个短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编织1个短针，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各编织2个短针。6针结束，在后面的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剩余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2个短针。第2圈结束，后面第3圈至第7圈针数不变，每一圈各编织14个短针，然后第8圈减去2针，剩余12个针目。第9圈和第10圈针数不变，编织12个短针。第11圈减去2针，剩余10个针目。手臂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将它们缝合到头部，最后将小熊的上半部分固定到主体上。现在我们这款可爱的小熊手套就完成了，大家可以根据喜好搭配不同的颜色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